中美角力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在这一点上，美国已经落后中国太多了。大家好，我是肖云华。在中国历史上，讨论争天下胜负的文章有很多，其中国家的时胜时败论对于今天的中美之争其实就很有参考价值。袁绍10万兵对曹操2万，正应了美强中弱的基本盘。同时，中国如今这一套出奇制胜，先是恶气候，而使不能进，然后等待美国内部生变的操作，也和当年意气风发的曹操颇有一些相似之处。国家分析曹操的优势时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制胜。这个讲法在如今也是适用的。中国、美国这样体量的国家，从外部攻破很难，真要乱，肯定是先乱在自己家里。所以谁内部治理得好，谁就能做得更久，赢面也就更大。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改朝换代的乱世，都是自内乱而始。现在的美国最大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出在外部，而是出在内部。美国政府在全世界鼓吹中国威胁论，本质是一种甩锅的行为，是在给自己的治理失效找借口。政府失能这个问题从2016年大选开始就开始成了美国选民关注的重点。一方面，美国两党内斗激烈，互扯后腿，导致政策很难落实，就算落了地也缺乏连续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那些大而不能倒的资本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不愿意触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因此就算发现了问题在哪儿，也没有办法下手去解决。最近美国内部发生的2件大事，德州枪击案和新一轮银行倒闭潮，都是美国政府治理失能的典型例子。最近几天，美国德州购物中心发生了一场枪击案，造成了8人死亡，至少7人受伤。美国把死亡人数在4人以及以上的枪击案定义为大规模枪击事件，而德州这场惨案是今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第22次大规模枪击事件，比去年同期高出了2倍有余。根据美国媒体的民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枪支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枪支销售直接和美国军火巨头的利益挂钩，所以美国政府对枪支暴力束手无策，到现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成为了美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金融问题上，美国政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新一轮银行倒闭潮之后，最新倒下的是第一共和银行，但观察美国这些银行托底的做法时，会发现其中有不少的猫腻。无论是硅谷银行还是第一共和银行，在倒闭之后都是先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盘，然后再转手由其他大银行收购的，而不是银行之间直接完成收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那就是经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个中间商转手之后，收购中小银行的这批资本寡头就不用承担那些小银行的债务了，只用接手优质资产。说白了，就是美国政府在帮金融巨鳄托底，用纳税人的钱帮他们玩大鱼吃小鱼的游戏。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本来是资本市场自我出清，进行利益再分配，开启下一轮循环的过程，但现在美国政府完全被本该出清的那批金融巨鳄所绑架，成了他们维护自己垄断地位的白手套。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美联储一边说表一边说水，左脚踩地右脚上天，这些违背了当今金融常识的奇景，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美国政府在设计之初本来是应该维护秩序的守夜人，但现在他们成了夜晚出来活动的黑帮打手和帮凶。美国政府的帮凶化让国内治理彻底成了空中楼阁，实际的问题一个都不敢碰，真正的毒瘤都是大而不能倒。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内矛盾已经成为一个死结，一个治理不好的民主灯塔是不可能亮起来的，生变只是时间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在发展道路上虽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
每一代中国政府在治理问题上敢于去碰既得利益团体的蛋糕，从改革到反腐，不能说十全十美，但至少肯定在求新求变。中美两国的自我更新能力和治理能力就在这里走向了分岔路口。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